不要打传统的战争，在西太平洋啊，也就是靠近中国大陆，以夏威夷这条线的靠近中国大陆这边来说的话，美国没有任何优势，而且优势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柯布奇自己也知道，他在韩国、在日本、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都是固定的。以中国现在的中程的弹道导弹的能力，这些军事基地都是靶子，都会被中国大陆所摧毁。所以美国现在把它的战略武器都往后撤了，撤到哪里呢？阿拉斯加、夏威夷跟关岛这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反中大将啊，这位先生柯伯吉，他是这个美国的国防部次长。他过去对中国大陆是非常非常的反对，可是奇怪了，态度大转变，现在要求中国大陆来邀请他去访问。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到中国大陆去，他希望能够去访问，然后每次遇到各种人，他就问说，可不可以帮我去询问一下北京啊，邀请我访中啊？可是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大陆的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不邀请，也没有成功那这个是想要和解吗？还是有其他的打算？包括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在多晶系这个部分因为它是可以做半导体太阳能的一些基础材料。那美国说关税要开征15%，12月4号就上路了，而且这个公告就是剑指中国大陆所以这个美中之间在科技在原料方方面面的这个作战是还在不断的进行。那中国有反制的一些作用，一定有反制的方法。可是现在有分析说留一手，中国大陆是留一手，他预留的是川习对话的空间，因为9月底这2个人要在美国见面所以他现在一些武器暗中不发这个按下不发，等到川习对话之后，他再出招。另外，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设施现在落脚在内蒙，这是中国大陆这边有20个足球场大，绿电占比超过60%，而且是号称全球 token 的生成能力最强的单体 AI 资料中心，因为这个地方太阳能非常的充沛，地也非常的大那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些措施他把自己的人才留住，不让他外移。包括过去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伟大，因为有各国的移民，其实中国有很多很聪明的头脑也移民到美国。那现在因为 AI 人才很短缺，大家都觉得很珍贵所以他要留人包括你看到阿里巴巴DeepSeek 这些中国的 AI 企业重要的研发人员，他不让他出国或者是你必须取得主管机关核准它就是要让这些人才变成国家的重要资产的战略的一些物资一样的资产。那另外我们看到呢，非洲也有 AI 的商机包括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乌干达的科技开发者他就发现中国网络巨头像是阿里巴巴的 AI 模型处理乌干达数十种语言，他那边有很多 local 的语言嘛，他觉得比 Meta 或是 Google 表现得更好，而且更便宜CP 值很高。所以现在一些非洲的国家就走中国模式，它可能就不采取美国模式，它走的是中国模式。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的使馆现在这个发出一个抗议声，他说你美国这样子太过分了你用吊销签证来阻止阿根廷跟华为的合作他说你这是霸权这个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驻阿根廷的使馆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发文就说你这个为了要阻止阿根廷来跟华为做一些企业合作，你就说我要吊销你的签证所以他说你们应该立刻停止这样子的一个霸权行为。可是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从华为到辉达，美国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商业问题变成安全问题？有时候是正常的商业竞争如果全世界是和平的话，就正常的商业竞争，你比较贵，你比较便宜，你比较优秀，你比较不优秀。可是现在美国都说这跟国家安全有关这是国家安全问题所以这个都是威胁美国国安的帽子。于是有很多东西就被制裁，然后就被截断了。来请教老师，柯布奇他当然很想去中国大陆也想到大陆的国防大学去演说来讲讲美国的战略，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自己也知道，它虽然核弹的弹头很多4、5千枚至少有效的有3000多枚，中国大陆不到1000枚，
但是问题就在于大陆的核弹，它的没有办法的拦截性啊，还有就是它的速度之快、之精准，那不到1000枚足够处理美国的全境的所有的战略城市，还有美国的重要的像硅谷这些经济啦、科技地带，都可以完全把你摧毁。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核弹打不起来，即使你美国人在强调美国有很多的核武，可是他不敢跟中国大陆打核弹，不敢打核战，那中美之间的战争一定只能打这个传统的战争。可是如果要打传统的战争，在西太平洋啊，也就是靠近中国大陆，以夏威夷这条线的靠近中国大陆这边来说的话，美国没有任何优势，而且优势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柯布吉自己也知道，他在韩国、在日本、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都是固定的。以中国现在的中程的弹道导弹的能力，这些军事基地都是靶子，都会被中国大陆所摧毁。所以美国现在把它的战略武器都往后撤了，撤到哪里呢？阿拉斯加、夏威夷跟关岛这一线。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留在韩国、日本跟菲律宾的，其实都是属于比较轻的武器，然后不是很重要的战略武器，随时可以撤走，人都可以跑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对于他来说的话，既然西太平洋已经不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了，美国现在的势力范围就在东太平洋，那他不想放掉西太平洋的利益，可他又怕跟中国大陆打架，那他该怎么办？他就自己创造一个，就是说我们有分歧，我们有利益上的矛盾，但是我美国人一定要坚守我美国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要管控风险。也就是说，我的地盘我绝对不让，但是呢，我们可不可以不打架的方法，我守住我的地盘？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坦白说，这样的一个论点对大陆来讲的话，那我为什么要跟你讨论？这明明就是我的地盘了，我为什么要跟你讨论？你要讨论的就是你的地盘跟我的地盘怎么划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柯布吉的这套理论啊，那么第一个在大陆来讲没有什么用，第二个他本来就是仇中反中的一个专家，那对大陆来讲的话，我为什么要接待你这样的一个人？第三个就是你的身份地位我没办法接待你啊，为什么？因为你是国防部的第3号人物，也就是你是副部长啊，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那我们怎么找谁来接待你？因为找总长来接待你不对，太高抬你了；找副总长来接待你不对，你们有副总长啊，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没有办法接待，所以我们只接待赫格塞斯，没有办法接待你这样子身份地位的人，因为高不高，低不低，而且又没有实质上的决策权，有影响力，但是又不是有决策权的人，那这样的情形对大陆来讲要安排接待你，那这个部分要政治的力量才有办法做到，不然的话依规矩那都做不到。所以我个人觉得，以他的目前的情况来说，他到处去请人关说，然后说他要去大陆访问，到目前为止他的挫折感很大，就是因为他不待见，他也不受欢迎，他被冷遇了。但中国大陆在内蒙盖了一个 AI 最大的一个园区，来请教舰长。那个园区有多大呢？有20个足球场这么大。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天哪，那要投资多少钱呐？而且那是一个战争那里不能动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对。如果今天跟哪个国家冲突，他丢了一个导弹把这个给它炸毁，那要毁灭多少？不知道损失多少钱？那你说这个东西可能吗？你没看阿拉伯那里伊朗跟他们打的时候，好几个国家亚马逊的这个运算中心都被攻了，因为那攻击一打都是价值连城的，你知道？后来我想一想，我才发觉，其实他选在哪里？他选在内蒙古的这个中央。你们把大陆地图展开，你把内蒙在那里看出来，你就知道它没有贴海。那个阿拉伯湾那里为什么被攻击？因为它贴海，就在靠旁边。可是所有的只要很重大的东西，你去看中国大陆，它通通摆在内蒙的中央，就陆地的最中央。你不管谁来打我，我天哪，那你要飞多久？那我有很多的防范时间啊，这是一个。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一个东西，你知道它也都是在这些地方，它的导弹陆地的基地几乎全在，你知道吧？就陆地的正中央。那你同样这个东西，你去看美国，美国的导弹基地在哪？也在美国陆地的正中央。你现在就知道说啊，其实这些人都很聪明，他选在最中央，你最难攻击，因为他有充分的时间去防御，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要讲一下柯博吉哦。如果我今天在美国当这个底下的官员，我知道政策，我第一个要先搞清楚政策是什么。你们认为美国现在政策是什么？自从川习会之后，我可以告诉你，政策就是不要再跟中国搞对抗了。从哪个东西可以看到？
你们记不记得在川习会之前有一个叫做140亿美金的军售要给台湾的？刚开始公布是2026年3月路透社公布的，然后5月的时候，《金融时报》再说了一次。你们记不记得那时候一直不停的在说这140亿要过了，我们要赶快编这个的预算，有没有？那当时有人就说这可能会停摆哦，民进党还出来说，哎呦不可能，不会停摆的，我们的关系没有变。美国也有一些官员讲啊，我们的中美关系这个美台关系是不变的。最后到今天了，有没有给啊？没有给。我可以告诉你，美台关系真的在变了。柯博基他们是底下要闻风而动啊，知道哪里才是对的，所以他们当然希望现在跟中国接近。先交给董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哈，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看中国大陆跟美国9月会面会怎么样？但在川普面前来讲，他伤脑筋了。大家看这2天，大卫营他把国防部长找来骂，为什么打？为什么打伊朗打那么久？我们的子弹都打完了，你们飞弹都打完了，我既然不知道，那这个国防部长也很 low， 就把他推给他的次长啊。这个人，我有时候看川普因为他一直认为说美国是最强，可以最怎么样？伊朗在全世界的军事力量排名第16，他配合以色列2个下去打了半天还打不赢。现在就全世界看到川普都在看笑话。那这场笑话会到什么时候？大家想想看，11月3号，美国的期中选举，那这一场选举下来的话，他会怎么样？所以他现在一直找习近平去替他挽救，可是他手下又很多人就对中国大陆又很记恨，时不时就出一些手脚。柯博基是里面最坏的，他一直要台湾你要提高到10%的 GDP 啊，我们现在都已经快到5%了。赖清德前几天讲他会到3%，错，我们今年就3.32%了。他以为一般老百姓不知道，我们现在预算编就编3.32%，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让国人很不安。不安在哪里？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因为前阵子有个判决就日本来偷我们的台积电，台积电护国神山嘛，那判决定谳那个叫陈立明，另外一个叫陈伟杰，一个判10年，一个判6年。我就想，那不是还有一个从美国来偷我们的，他叫罗维仁吗？对不对？连起诉都还没起诉啊！日本那个都已经判决了。我觉得罗维仁那个案子，因为是美国人来偷你的晶片，2奈米跟4奈米，包括疫苗，包括快筛，包括口罩这一些机密，我们现在希望政党轮替之后，我们才能够知道答案，否则你怎么追他，他都不告诉你，还要你感谢他，还要你跟他道歉呐。像是南部今天响起了警报，就是陈震的韧性演习登场了，很多人手机都有看到嘛，说飞弹要来了，可是网友就觉得疑惑，正常来讲，飞弹不都先攻击首都吗？那现在是怎样要先攻击南部吗？所以有点搞不懂这个逻辑啦。手机响的还有北部的朋友，因为收到的是预告演习网络降速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已经收到不止一次了。又一次预告简讯，简讯要钱呢。中华电信发送这个简讯一通也要好几块，所以你是钱太多是不是？钱太多的还有这件事情，还记得小局书吗？很多人其实根本就直接丢了，可是现在内政部不屈不挠，还要再花600万一大局书说是推广公寓大厦的减灾防护指引啊。网络上大家就讲说，你不能出电子版吗？现在什么时代了？是印刷厂怎样很需要业绩很饿吗？印本到底要多少钱？到底是谁得标？这个很多问号。另外，更多人的疑问是小局书，很多人真的拿到连翻都没翻就直接丢在垃圾桶。你现在又要来一次啊？顾立雄是这样讲，他说日本应该严肃面对台海有事这是他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他说，日本必须面临是否行使自卫权以及如何支援美军的实际选择讲的好像快要打起仗来一样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国防部部长要这样讲。那昨天是广岛原爆81周年，这当然是人类史上一个很悲伤的事情，很悲哀的事情，希望以后都不要再出现。可是我们看到对岸这个中国大陆他特别派出了他的这个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说，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可是发生原爆的背景原因你应该要记住，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
警钟长鸣哦，他们不断的在提醒日本不要再让军国主义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另外，俄罗斯啊，这个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的副院长这一位教授安德烈，他特别观察了高市早苗跟广岛市长松井一在这个纪念日哦，广岛历史的纪念日的这个演说的表现。他发现这两个人哦，对于投下原子弹的美国都没有讲任何一个字一句话，可是相反的哦，这个广岛市长松井一还特别提到了俄罗斯说将核武公然用作恐吓工具这件事情不可以，所以安德烈就下了一个结论：日本正竭尽全力向海外的伙伴展现其坚定不移的忠诚，就是向美国书诚的意思哦。日本人向美国书诚，那美国当然有一些回馈，包括日本高市早苗现在深陷日币狂贬的这个泥淖里面，他出手了，美国出手了。可是东京要拿什么交换呢？我们看到这个交换的东西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川普之前希望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这件事情赶快落实，以及可能在贸易谈判中要求东京做出更多的让步。还有呢，前一阵子熊本不是有地震吗？那日本的自卫队就向熊本空运了300台移动式的冷气，因为很热嘛，灾区有人房子都倒了。可是现在被发现，这个空运来的这个移动式冷气是中国制造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制造，那右翼炸锅了，右翼很生气，怎么可以买中国制造的移动式冷气呢？来，先请教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日本这种嘴脸就是为什么周遭的国家，他认为他是美国派在亚洲的代表。那大家看到日本最近的那个情况，其实你要发现，他现在高市早苗民调在掉，最近的民调是41而且最新的数据还显示什么？原来最挺他的女性，女性的不支持度已经比支持度还高。所以大家看到这一幕都会觉得呢。那大家记得高市早苗最认为说自己最拥抱的人是川普，川普曾经当着高市早苗的面修理他，你们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川普在全世界面前修理他，讲2次日本现在讲核子不敢讲，他们是被美国人用这个下去炸的大家可以看到那一种嘴脸，那他现在希望找越南、找菲律宾这些一起来联合来对抗中国，这个其实让日本陷于对抗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对日本的那个情况非常不利。好，那我觉得其实你有时候看民进党在做这些，他也认为说我在亚洲我就拥抱日本，美国我就拥抱，对不对？我们全世界，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赖总统他现在做的完全是这一步，没有效，没有效，因为你认为。日本你可以依靠，日本现在有点自身难保了。美国呢？美国你把所有好的东西给他，他看你一眼都没有。你给他台积电，说我要投资5000亿，买多少金融？川普从来不让你进入美国本土，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情况。那你现在看到我们政府在做这些事情什么大级书、小级书，我告诉你都在捞钱民进党这些东西真的都在捞钱。我在当记者前面那几年民进党怎么羞辱学校的教官？他现在所要教的这些事情，我们读高中、读大学都是教官在教我们。民进党认为要把教官赶出校园，把所有这些训练通通不要。民进党怎么羞辱教官？把他叫到台北市议会，那些都是中校、上校，一群人叫他们在那边粗糙上课，羞辱他，就说你们最好赶快滚出校园，全部羞辱他。民进党是这样，我们过去的军事教育。你现在所要花那么多钱的军事教育，都是过去教官在教我们高中、大学哪一个上大学没有手上一本军训？我们哪一个在台北市上高中？其他都一样。台北市上高中没有到虎山那边去打真枪实弹的靶场，全部被你民进党弄掉了。现在再花很多钱，只为了方便你们捞钱所以大级书、小级书，请谁？请黑熊学院去安排什么什么？你们都在捞钱，你以为别人看不出来？这个党的卑劣其实是匪夷所思。他们借着用台独，台独是一门很好生意嘛，台独中共就有反应，有反应我们就要花很多钱去经购，然后去做这些演习。这些演习有必要吗？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是这样做的？没有嘛？自己把自己
那个网速把它弄慢，然后说要有怎么样因应，这个都是非常匪夷所思的做法，而且每个单位都在抢。你知道，我们第一次是 NCC 下指令去弄，我们国防部那些部门不知道啊，现在要大家就每个单位都在用这些手法来谄媚赖清德。赖清德是一个每天只会心里满脑子都是台独，他根本不晓得怎么打仗，不晓得各种战略，然后只听信那些台独的人说我们要怎么做。你现在让台湾陷入危险，然后自己还觉得说好像自己很厉害，有美国可以依靠，美国不能靠啊！大家都很清楚，美国靠不，美国连让你去美国本土都不让你去了，你有什么好靠的？我觉得我们今天人民选出一个政党，你碰到疫情来了，大家没疫苗、没筛剂、没口罩，你碰到这种可能的战争，这种可能战争是你去挑起的嘛？是，你前面国民党现在执政，会有什么越过海峡中间会有什么来骚扰吗？从来没有过啊，对不对？所以两边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兵戎相见，就是好好的交流、认识更多。民进党反其道而行。是，民进党一直告诉我们要做城镇的韧性演练。刚刚董哥讲的唤起我高中时候的经验，我们女生也要打靶哦。对啊，你一步一步把它废除，废除完了之后，现在要拿回来，拿回来之后要花很多钱，好奇怪啊！你以前有军训课本？有军训，对不对？有军训课。那些现在都没有了嘛，因为都被民进党弄掉了啊。先印了一个小橘书，那我们就说效果不彰，因为我们看到到处垃圾车都在丢，我们也看到它摆在捷运站，摆在很多公共场所或是超商里面，没有人拿，然后就变成慢慢的都回收掉了。当时在节目中已经说，而且经过很多调查都说效果不好，但是问题是现在改印大橘书了，那钱花更多。那也就是说，不管你舆论上、媒体上怎么监督它。他就是要图利某些厂商，还是要把钱花掉？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家只是不解，你为什么要这样花钱、花钱再花钱，而没有人要看？你要先想想看嘛，到底这些书有多少人在看？我觉得做个调查嘛，或是做个测验嘛。你民进党，你如果有这个胆气的话，你就做个测验，你就随机的在路上，你就开始对年轻人或是对于老人家的阿公阿嬷啦，大家坐那边说，请问一下，你这个小橘书里面的那个有谈到什么什么什么？你们应该怎么做？你有没有看过？很多人搞不好会告诉你，小橘书、大橘书讲什么？我哪在？而且呢，请问一下，如果真的战争打起来，大家在逃难，谁会去拿小橘书？大家一定把钱啦、黄金啦、金子啦、护照啦什么的往身上塞，然后赶快逃。而谁会去抱一本小橘书在手上跑？没有人会干这种事，但是只有你民进党，民进党你连自己都不会干，我相信搞不好刘世芳自己都不会拿一本大橘书，然后在那边逃难的，我想应该不会的啊。另外一个高市早苗现在已经没有勇气了，也不敢再讲一次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吓破胆了，他没有勇气了，他现在闭口不讲了啊！你看到今天为止闭口不讲了，那已经没胆了，没勇气了，不敢再说了。你顾立雄很失望。你今天要日本再讲一遍，那你不是失望再加失望？你这个等于是有点在地上在那边开始吵的闹的说，你再跟我讲一遍，你再跟我讲一遍，我现在怕死了，你都不讲啊！你不是叫我要闹吗？要搞台独吗？你怎么不再讲？说我搞台独，你就要来帮我呢？你怎么不讲了呢？但是问题就在于高市早苗真的吓破胆了，到目前为止不敢再讲了。好，大家现在在看另外一个点，他以前在当内阁的时候都会去拜鬼到靖国神社，现在大家看的是你8月份会不会敢再去？然后他当时说大话说不管什么身份，不管什么角色，我一定会去。现在大家在看你当首相了，你去还是不去啊？我们每个人都在看。好，那另外一个，哎呀，我就觉得日本，你有没有问美国人为什么要在你长崎、广岛丢原子弹？你应该问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在你长崎丢一颗原子弹，然后在广岛再丢一颗原子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太坏了嘛，而且你太坏了，坏透了，所以美国人不得不丢，不然的话你就问美国人，你为什么要给我丢原子弹？你今天从来不讲你太坏了，你杀了几百万的菲律宾人，杀了几千万的大陆人，你今天都不讲这些，你什么都不讲的情形下，你扮演成为一个战争的受害者。
不必了，不必演了，你就是因为太坏了，所以美国人才给你丢原子弹。那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日元现在又悄悄的回来了，现在又开始贬到158块多了。也就是说，美国跟你日本都在演一场戏，你根本救不了，美国也救不了日币。日币已经越来越接近160块了，一破160块，信心又崩解又瓦解了，看你还有什么办法救？哎，店长，如果你了解民进党的这种思想跟作为哦，你一定会同意我以下这些事情。就是民进党认为哦，我一旦当选了拿到执政权，整个台湾都是我的，所有的利益、所有的官场那些职位都是我来派。都是我的人，你不是绿油油，你就休想拿这些所谓的政府标案。而且他不但如此哦，他会想尽方法从政府原有的不属于民间的标案，他就给它扒出来，往底下丢。好比说最近军校的这个卫少，这是一种，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民进党执政是好比说吃金、吃银、吃铜，这很久以前说的。可是上次大选之前，我看到一个事情让我大开眼界。那次大选闹一个什么事？赖皮寮，大家应该记得到吧？那个赖总统的主厝在那里，然后他们国安单位派了一个叫做警卫据点在那里，所以负责那里的安全。那他要在那里租个地方啊，结果他租了一个这个屋子啊，当做警卫据点，一个月租金多少钱？你们知道吗？一个月8000块。结果租的那个人是谁？就是说谁租给政府的呢？是赖清德的堂弟。我到那天我才知道，说我天哪，民进党不是吃金、吃银、吃铜，他吃铁，他吃塑胶，他吃垃圾，就所有只要他能够拿的，他1毛都不会去让。接着我再讲一下这个日本哦，日本其实我到今天我都搞不懂日本。我请问一下，如果荧幕前有日本人，你们跟全世界的谁曾经很好过？我告诉你，谁曾经很好过？唐朝跟宋朝，除此之外都没有。美国，你现在把他当爹一样的，美国就是在2战期间你偷袭的那个人，然后那个把你狠狠教训的那个人，你怎么会依赖美国呢？美国会好好的瞧得起你日本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真的应该跟谁结合？你知道，布里辛斯基说过，如果中国、韩国、日本3个联合起来哦，是美国战略的噩梦。哎，我觉得这个讲实在太好了，大家去想一下哦。这3个国家加起来的 GDP， 这3个国家加起来的军事力量，我现在就讲，美国都不是对手。美国打得过这3个国家吗？只要这3个国家能够结合起来，美国对你莫可奈何，怎么会对你颐指气使呢？那接着你再看，欧盟有27个国家，言语、肤色、文化差异多大？可是我刚刚说只有3个国家。都是儒家文化，我们长得外貌也几乎差不多，知不知道？除了言语有点差，而且这个繁体字3个国家都看得懂。你们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你们为什么要彼此像日本一样，又想要弄这个，又想弄那个？奉劝日本想一想，这3个国家，你要推出一下举成叫做亚盟，像欧盟那样子的亚盟，3个国家结合起来，美国都怕你。是，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另外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张千健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大家记得吗？4年多前，你我都在苦等疫苗的时候，国内的疫苗完全不够，慈济因此跟外国要购买国际疫苗，可是却有不孝的厂商、不孝的掮客骗了他10亿。今天这个案子爆发出来，民进党居然有脸叫我们跟陈时中道歉，这个逻辑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就来看看苏一峰医师哦，他说政府在防疫期间荒腔走板的政策。你现在一句要我们跟陈时中道歉，全部勾起了我们过去的回忆啊！民进党，你道歉了吗？好，你防疫期间的12大罪状，包括防疫搞意识形态、全力帮高端，说万华是破口，全台赔双北坐牢，这一些族繁不及备载，我们都还记得啊。本来有一点要淡忘了，你又让我们去回忆那一段不堪的往事哦。民进党想要洗谁的记忆呀？历史历历在目。2021年5月的时候，
才9天，我们确诊人数飙上去，变成3级警戒。接下来，郭台铭说他要买 BNT， 陈时中说没有人来申请呢。王定宇还说，上海复兴代理的 BNT 是香港人不打，快要过期的瑕疵品哦，各种的黑。陈培慧说 BNT 是中国大陆代工的复必泰哦，各种的谎言。最后呢，太多民间团体想要帮忙了，民进党政府说。统一由政府向原厂采购啦，好，包括永林基金会啊，去地建啊。李秉颖说这批疫苗过期，哦，各种卡关哦，要不然就说你没有原厂的授权书不可以。然后陈时中还讲，我敢保证，目前国际上买不到，哦，全部都是历史上我们在台湾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你东卡西卡，东卡西卡，终于。在2021年7月到8月之间，台积电、鸿海、慈济依照政府授权流程，分别完成采购的程序。好了，1500万剂的 BNT 终于抵台了，3家大善人哦，这3家厂商真的是大善人。可是我们看到郭台铭在2023年爆料说，蔡英文派代表阻挡买疫苗，说这个大小姐说你还是不要买了，大小姐就是蔡英文嘛。啊，讲的是李大为哦，说你不要买，打电话给郭董说你不要买了。可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媒体不断的报道，蔡英文也没有提告哦。所以事实是，民进党狂打民间进口疫苗，疯狂造谣 BNT 是上海代工，事实是德国原厂制造，原厂分装直送来台。这个你不跟人民道歉呐？哦，你现在都还欠人民一个道歉，居然要我们跟陈时中道歉，所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律师当然很不良哦，就去诈骗慈济的那个律师很坏很糟糕，诈骗10亿。可是政府报废170万剂的高端疫苗也一样啊，我们10多亿，我们的纳税钱也是放水流，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有好多的谜团，其实我们到现在没有办法解开，包括高端2期、3期哦，你各种数据。当初为什么要全力扶持它？还有股票不正常的波动哦，这些都是谜团。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过去这样血迹斑斑哦，到处都是哦，很多民众因此送命。可是石崇良今天讲什么？他说最不需要就是政治语言哦，因为被骗10亿这件事嘛，他说政治语言现在啊，他有点意有所指，说这是被抹黑的心声。可是讲到石崇良，我们就讲到毒油的事件，20%的门槛到底是谁拍板的？江志刚说是他决定的，而且是专家会议，大家用科学数据来决定的。石崇良也说愿意为此承担责任。可是我们来看看哦，其中有参加过这个会议的一个专家，他是辅大的教授陈炳辉，他说这个会议上面并没有所谓的科学证据的拍板。我们来听听看。我们那天到会议现场，根本没有人想到说怎么会突然这个跑出20%这个议题，而且当天针对20%也没有说经过投票啊，经过表决啊都没有，纯粹就是一个参考的意见。所以这哪是科学数据？专家也没有背书啊，就是一个参考意见呐。哦，到现在没有人要为这件事情做政治责任上的负责。内政部长刘世芳啊，今天回应一件事情，因为民团就批评赖总统13万户社宅跳票只剩下3万。刘世芳说，盖多少社宅啊，可能会变成空余屋。他现在是在这样转你在选前告诉我们说你要盖社宅，你现在做不到，你跳票了，他没有道歉。他说不要再盖了啦，太多了吼，你盖太多会变成余屋啦，怎么会这样？来，董哥。大家想起我们那时候大家都在抢疫苗的时候其实今天因为慈济这个案子又被拿来讨论，然后很多人说要民进党说要跟陈时中道歉，民进党真是一个卑劣无耻的党啊！民进党那时候怎么阻挡疫苗？那时候因为他们要栽培自己的高端，然后就阻挡所有人的疫苗。后来证严法师实在忍不住了，证严法师跟蔡总统下最后通牒，我今天就要见你。你们为什么整个政府在阻挡我？我要买疫苗来送给政府，你们政府自己编那么多钱，我现在1毛钱都不要你的，你怎么一直阻挡我呢？那几乎同时郭台铭也提出来了，就是那个时间点了。这时间点他其实非常清楚，民进党阻挡到连证严上人他都
他都发火了，就不可理解嘛。证严法师那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去买 BNT， 你知道吗？我们台湾最早的疫苗进来就是 AZ 英国人跟瑞士发明的，那它大概有70%几的有效力。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讲，它是第一种出来，你会觉得效果比较差，有一些副作用，没有错，它可能就是这样。那慢慢的，后来证严法师说不行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打18岁以上的人才能打嘛。他说有没有让17岁以下的小朋友也可以打？小朋友如果感染更严重，因为他的身心还没有那么健全嘛，大家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他去打听，发现说，哎呀 ，BNT 德国人发明了，美国的辉瑞跟他合作，那这做起来是最好的。所以他前面四处去，到处找门路，那他找到了。当然他被骗了，这被骗是另外一回事啊。他被骗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拿这个来收嘴。民进党之龌龊，真是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后来证严法师买到了，郭台铭买到了，政府赶快去找台积电呢，因为台积电张忠谋跟蔡英文关系非比寻常嘛，说你们得买500万剂，不要让这两家一枝独秀。他是这样，我们的1500剂都是顺着这个路。我们政府除了要培植这个之外，其实大家都知道那时候的背景很简单，那时候 BNT 全世界都在抢。所有华人世界，新加坡、香港，或台湾或者中国大陆要买，只有一家可以买，就是上海复星。为什么？因为他是 BNT 的股东嘛。BNT 在研发的时候，他出很多钱给他研究，他跟 BNT 签的条件，所有华人世界只能从我这里买，所以我们买不到。为什么民进党的吴姓委员他也要从这条路去买？他去切断林前的的那个东洋本来他也可以买得到，他也是行这条，结果被民进党把它切断。切断，因为他要分嘛，干嘛给你赚？那时候搞得乌烟瘴气啊，所以那个过程大家都很清楚。那我们其实很清楚，是怎么样？我们政府自己驻德代表也去斡旋，找德国的代表，后来也弄不成。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搞政治啊，我们要人家那个名称过来，要台湾政府接收怎么样，弄得乌烟瘴气。人家厂商干嘛去跟你牵扯你们这些统独啊？所以真正买得到就是证严法师郭台铭，然后台积电就接着在政府要求下，我们的疫苗是这样来的啊。如果这个疫苗政府不阻挡，可以少死很多人。我敢讲，你们这些人丧尽天理，真的是怎么会想去阻挡疫苗？我告诉各位朋友，星云大师他们也用其他的管道。他没有接上 BNT 这家公司，他接上的就是美国的交生公司，政府也不准他买。佛光山的人还在啊，远东的徐旭东他也说，我们以前也开过医院，跟那个也有关系啊。他说我们德国那边我也买得到，他就打针了，因为徐旭东现在还在嘛，还活着嘛。他说我们跟政府，那个政府说你不要管，这是政府的事。他说我们都是好心，很焦虑，台湾一直没有疫苗嘛，我们只有第一线的人先给他打AZ，对不对？大家就可以看到，就这，大家都很忧虑说为什么没有？但是台湾毕竟在海外有一些关系，工商协进会的朋友，那他们也跟政府讲我们要。那时候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打电话叫他们不要买，这个由政府来那个，要不然你去问，对不对？你。工商协进会的朋友现在也还在啊。是，我说我们政府最可恶的就是一直阻挡疫苗，他培植高端，那他一方面又去德国那边想说我们可以找到 BNT， 你德国那边的路是走不通嘛，谢志伟那边就要搞台独，他有什么能力去买疫苗？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了，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他又把它拿出来收嘴，我真的非常生气，你知道吗？那时候石崇阳讲那话，大家把这些都列出来。然后那时候讲 BNT， 把人家讲的都不堪了，说好像去那边，那边只是帮他包装什么，哇，他的东西是过期，都是民进党这些政客，还有那些技术官僚在那边一直诋毁他。那我们都很清楚，其实台湾，包括我自己啦，我也是打 BNT， 我不晓得是郭台铭还是证严法师，或者是台积电，我很感谢，为什么？因为我打3剂没有事的，我周遭有一些很台独的朋友。他打了3剂高端，他照样确诊。我不是讲他没有效啦，但是就是啊，不然你去问馆长啊，很多人就说我们在打，高端变成爱台湾疫苗。我也不是讲你不好，但是至少在疫情已经结束了以后，
高端就是没有拿到对3期的那个。没错，我还记得那时候高嘉瑜，因为他打3季高端，他要去美国备赛，不能去，没办法去，因为还没有拿到认证嘛。对哦，那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全网在操作，要大家跟陈时中道歉这件事情，想要转移的是毒油吗？还是怎么样？会不会有可能适得其反？因为现在我们的记忆都被唤醒了，像刚刚董哥讲了一大堆。那个时候真的很生气耶，好多朋友打电话到我们大白话来，家里面有老的有小的，没有疫苗，还有些人用特权去想办法千方百计去打疫苗。那个时候是政府欠我们的，你要我们去跟陈时中道歉，会不会太过分啊？赖清德为什么2年前选举的时候显得那么辛苦？民进党的票为什么只剩下4成？为什么败得这么的惨？其实难道跟防疫没有关系吗？都有关系嘛。所以赖清德，你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啊，你为什么会选得那么累？你为什么会选得那么的苦？民进党的支持度为什么只剩下4成？难道这个跟陈时中一点关系都没有吗？难道跟防疫的这3年多的期间里面搞得天怒人怨，然后难道没有去图利某一家厂商吗？难道不把台湾的人当人看，造成台湾人民愤怒不堪？刚刚董哥讲的很明白了，防疫优先啦，人命关天啦，但是却可以使台湾人去图利一家厂商，而这家厂商到最后3期有没有给国际认证？有没有告诉国际说，我今天完成3期了？而且呢，有没有对台湾的老百姓做一个交代，说我完成3期了？到目前都没有给台湾老百姓一个交代，也没有给这个国际上一个认证。然后很多人是不是变得白打的？是不是第3期到底有什么问题？是做不出来，还是不能够公布，还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我们希望知道，我们都想知道。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确定的一件事，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新冠疫苗不做了，不生产了。对因为没有市场了。没有市场的，所以我们不做了，我们不生产。但是你还是要把你第3期做完呢、你要告诉我们的第3期到底有没有效？好，都没有的情形下，疫情一直在走，人一直在死。但是问题是在于一直在阻止我们从美国、德国、大陆这边获得疫苗，这是什么道理？这什么意思？所以搞得天怒人怨的情形下的时候，民进党的支持度跌到只剩下4成，搞得今天赖清德选举选得那么难堪，然后变成一个合法的总统，但是不正当。为什么不正当？没有正当性。为什么没有正当性？因为连半数都没超过。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一个最高的领导人，结果他的选票支持度没有超过1/2，那他就没有正当性嘛。没有正当性，它有合法性，可是问题就在于就没有威严嘛，大家不把它当做一回事，因为大家觉得说，对不起啊，我们6成人没有把票给你啊，你不没有6成人是反对你的，你没有6成的票，你只有4成的票，所以就造成他今天的困境。好，现在民进党要我们去感谢陈时中道歉，要我们去跟他道歉。我们要去跟他道歉，对，他应该跟我们道歉了。他应该跟很多亡死者跟他的家属道歉了，这个才是硬道理嘛。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跟他道歉？好，另外一个刘世芳讲的话我就不明白了。对啊，如果有余污，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告诉老百姓说我们要盖那么多房子？那时候承诺大家，年轻人投票给他。那你是怎么计算？你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你怎么计算要盖这么多的房子？然后你今天又告诉我们说，我现在盖的话会有余污，你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台湾的多少年轻人，台湾多少的年轻的夫妻，他们都在昂贵的租房子，那你为什么不盖？你承诺了，你就要做到。如果你承诺了，你做不到，你就应该跟老百姓道歉。那如果你今天你做不到了，你又不道歉，你找这个理由，你就告诉大家说，当初赖清德是随便编说我要盖13万套。你就是随便编嘛，因为你说有余污，那就当初赖清德随便编这个数字，那你赖清德要不要跟老百姓道歉？所以你刘世芳，你要不要跟赖清德做个交代？到底是谁给赖清德这样的一个13万套的房子？是你应该给他一个交代嘛？那你为什么要让他去跳票？是这个政府真的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你自己亲口答应的，你做不到，然后你现在回过头来说不要。我盖这么多会变成都是空置的，都是余污，这傻眼呢！舰长，民进党执政到现在10年了，
我跟你讲，我很少痛骂民进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10年来，我对民进党所有政策里面最让我感到愤怒的，就是防疫那个阶段。我现在说给你听啊，防疫那个阶段是怎么回事？防疫需要3样东西：开始口罩，后来疫苗，第3个是快筛。对，这3样东西哦，民进党政府整个的操控哦，如出一辙，统一个套路。我现在说给大家听啊，大家慢慢回忆一下。第一个，这3样东西开始都极度的缺货，是不是每个都缺哦？然后第二个，因为缺货，所以民进党成立了国家队，口罩国家队、快筛国家队、疫苗国家队。什么叫国家队？你知道吗？就是所有国内的伤员要通通交给我政府，由我政府统一这个卖出去。然后第3，他管制进口，他不让进口，尤其在快筛口罩，通通不准进口哦。那时候你去买不准买。然后第4个，它都是实名制。你们记不记得刚开始那个口罩的时候，一个口罩，我那时候每天都要去排队呀，因为我们家小孩在台北上班，我在家没事，一个礼拜要牌子拿带下去，一个口罩一个礼拜是2张，那真是感谢政府啊！一个礼拜卖我们2个口罩，现在口罩一个多少钱？1块到2块，那时候口罩一个多少钱？记得吗5块啊，7块，7块，刚开始是一个7块，还要排队。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它的高价贩售，它所有的价格都很高。到了第3次那个叫做什么快筛的时候哦，他不好意思再这样管制，因为那时候香港比我们的便宜很多，他同样管制，后来他没办法，他就说这样子好了，每个人可以买1盒，那好像是50剂还是多少，我记不到了，我去买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网络上很多东西来承揽这个业务，就在香港的商人来卖，你要来卖，你付我这个钱，我就直接寄到他，我买了1盒，那个价差得非常之大。那我这样讲哦，如果说今天第一次这个口罩政府没有这个准备好，我说这个政府是经验不足，我们稍微原谅他。第2次一模一样的疫苗这些东西还在发生这个事情，又用一样的套路，那我只能说你这个人是笨。第3次又一样，快筛又一样，我能说你什么？我能说你是坏。我再讲哦，郑文灿是我们桃园县长、桃园市长，他贪污被抓，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贪污，但是我现在跟你讲，他最起码他做的事情是在让桃园建设，我看得到桃园建设，他从桃园的繁荣里面获取获得一些好处。你们知道这些疫苗是什么？拿我们人民的命赚你们这些人的钱，能不能告诉我这些钱最后都到哪里去了？的确，快筛的钱这么多，所有的都一样，到哪去了？政府有一个公布吗？我觉得这实在是可恶到了极点。真的。那最后我要说一个，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白瑞的男主，他说，这个一生呢有2个时机是最好赚钱，一个国家是兴盛的时候，第2国家灭亡的时候。我深深感觉，民进党最近10年，他们这样子之所以捞财哦，他们就是认为他们国家要灭了，所以尽量的捞，将来有一天被统一，赶快先跑掉。